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季吗？对。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是最吸引我的一个节目。就其实每年找我上的音乐节目，也有其他的音乐节目找我，但是，想来想去觉得，如果同一季上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节目《天籁之战》是最适合我的，因为它是有创作这个方面的元素，而且占的比例很大，所以这一点会很吸引我，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说过，就是我其实是那种就是虽然我很热爱音乐，但是这个音乐对我来说，其实写歌大于唱歌，对我来说，所以唱歌只是我就像我当初学音乐也是一样，就是演唱这一块其实是为了辅助我的创作，对，因为我写一首歌，我可能有时候通过乐器很难表达出我想表达的，那我的人声可以表达出我想表达的那个真正的情绪，那我才会去把它唱出来。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更享受的是创作，演唱是为创作服务的。那其实像这个节目，它基本上全程都在让我创作，而且是逼着我创作，会让我觉得有一种第一很挑战，第二就是很享受还有就是可以学习到。所以是给你更大刺激了，可能你对平时就只能自己比较自由，爱怎么对怎么对但这个要逼着你。对，逼着我，它会刺激我的大脑，然后虽然确实有一些辛苦，因为要在24小时之内要改编出来，是蛮辛苦的，但是当你改编完之后，改编到你很满意的时候，还是自己改编创作的，所以就会很怎么讲，很有成就感。对。那比如说像上一季像滑板鞋跟田大圣就反响非常大，这种改编给你的成就感会比你平时就是做什么成就感会更大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虽然因为我其实是那种就是当我改编完之后，我自己超级满意，但至于观众他们喜不喜欢，其实这个反响度其实对我来说就还好，因为比如说去年的滑板鞋和齐天大圣这两首歌，相当于是我完全写了一首歌，对，完全重新写了一首歌。那其实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是我当时一写完，我就说哇，我好开心，就是开心到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无与伦比了，就是对。算是你4年创作以来最开心的。对，就是因为我自己都很意外的，就是哇，我真的做到了在24小时之内，创作，然后又编曲，还要弄歌词，然后就开始演唱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感觉是太有成就感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的会忽略掉大家会不会满意这首歌了，因为我自己太满意了。对，然后之后观众又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鼓励，而不是让我那种就是很兴奋，对，兴奋是我自己让我自己兴奋的，但是观众喜欢是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对。那你觉得创作改编这种事儿，是说因为这也是第2季了嘛，也录了2期，你觉得是会有一个就越来越得心应手的一个小套路，会大一个流程，还是说真的就是每一期还是说会比较改变？对，我完全没有得心应手的感觉，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每一期的歌曲会很不一样。哎，你可以拿第1期举例，因为咱们播的时候第1期已经。我可以透露第2季一点点东西吗？你可以透露第2季第1期的风格吧。好，第1季你都可以透露。其实可以透露2集吧，我就说风格吧。好，第1集题目就可以透露，因为是今晚播。好，因为其实像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像去年很多的歌曲，首先它本身就不在套路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但是起码第1季的时候，它的歌单是每一次给出来的大概6、7首歌会提前给出来，然后给出来之后，我们当时看到大屏幕一看，哎，我们就在想啊，
好像有那么一首或两首是，好像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会比较期待说啊，希望我能中这首，希望能中这首。然后剩下的歌可能都是那些完全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的范围，比如说滑板鞋啊，齐天大圣那个一个西游记的一个曲，这个就是超出自己想象范围了。那就希望自己不要中到这首歌，不要中到这首歌。然后结果就不小心中到之后呢，就会觉得哇，就是这个第一反应是很崩溃的嘛。那这一季其实很不一样的就是，他的歌单一出来之后呢，就会让人觉得就是难度很大，就是我觉得相对于去年来说会难度更大一些，因为今年比如说第一期的歌单，它其实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红歌，对，然后还有一些或者是民歌，那其实这些歌曲其实跟流行音乐已经起码从我出生开始听到的流行音乐开始已经不挂钩了，已经。你小时候听最熟的红歌是什么？小时候听的红歌，比如说我出生在湖北，那可能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洪湖水呀，就是那个还蛮有名的。对，然后包括但是我们其实听到的更多的还是流行乐吧，我们这一代人。那其实当时那个歌单一出来的时候，我一看到我说哇，这全是我爸爸妈妈或者是可能我爷爷奶奶听的音乐了。那这个对我来说难度就很大，因为比如说红歌和经典的民歌，那它的改编你要把它改成流行音乐，要改成当代年轻人去听的音乐，其实很难，因为它太经典了，它的旋律已经深入到全国人民的内心了。那这个就对我们来说很难，而且整个一排歌单全部都是一首流行歌都没有。那这个时候我就想，以前我还会期待一下，就是起码它有一首是比如说90年代的或者2000年的歌，比如说像10年啊、老男孩啊这样的歌，它其实多多少少还是2000年后的音乐，还是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嘛。那这一次的歌单就是一首都没有，我就会觉得看到那个歌单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是觉得啊，好吧，我觉得哪一首歌其实都一样了，就是好像会比改神曲更难。很难，因为其实这个对于比改神曲难，因为其实它经典啊，它因为全国人民都听过，那它太经典之后，你把它破坏的太严重了，会让人觉得你这是一个不好的改编，就会觉得啊，你怎么把这么好的歌改成一个这样的歌，会有顾虑这个问题。所以第一期的改编思路也是说，你刚说结合一些国外学习嘛，但是是比较传承它的传统的那个感觉。对，一定要尊重它的传统。像我第一集抽中的是一首民歌，这首民歌也大家很熟悉，就是阿里山的姑娘，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像这首歌呢，它就是一首很经典的民歌。那其实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去完全的破坏掉它，但是它给我的一个难度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它没有这首歌的层次感没有很强。它其实从头到尾，尤其是那个年代的歌曲，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它可能从头到尾就这一句旋律，从头唱到尾，没有它不分主歌和副歌，它没有所谓的高潮低潮，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说就很难，因为我们要把这首歌放到一个竞技类的舞台上，放到竞技舞台上，它必须要有一些层次感，会让人听到那个词叫此起彼伏，是吧？啊，对，此起彼伏，对，然后所以就很难，然后我就也是想了很长时间，尽量的把它做到了有层次感，然后也加入到了很多摇滚元素，包括我在国外学到的东西，然后全都用进来了，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改完之后觉得效果很好，对。因为看到你就是当时说演唱会上嘛，然后你也当时第一场是把那个长笛跟一个无声的人唱，然后跟卡西莫多放到一起，对，就我听起来还蛮顺的。对。当时自己怎么想把它融到？因为其实今年演唱会的时候，我今年其实
我觉得我自己跟二次元还蛮有渊源，再加上本身我自己是一个极其热爱二次元的人，就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家里面哇塞，那一整我有一整面墙的那个柜子全部都是手办，对，我应该有几百个了，对对，而且全部都是淘来的正品的那种，然后还有对对，还有很多朋友送的，然后就是哇，我真的太喜欢二次元了，然后再加上今年我参加了其他节目，也接触到了二次元的人物，然后大家也知道我很力挺二次元，那其实我就想在演唱会上，其实我觉得可以把二次元的东西放到演唱会上来，那我们也想了很久，希望能够有一个美的东西出来，那我就后来我们大家一起开会也讨论，就说哎，那我们把最经典的比较二次元的，比如说千与千寻，包括那个日本的大师那个久石让，他的那个天空之城放进来，觉得啊这首歌本来就是很古典，那可以跟因为我专辑里面目前我写过最古典的一首歌就是卡西莫多，那我就把这个歌给结合到一起去，确实能无缝连接到。其实卡西莫多可以跟所有的古典歌曲无缝连接在一起，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首古典歌，所以说当时就想哎，其实也是就是我的音乐总监龙龙老师他们也是说其实说花花你本身就会吹长笛，你为什么不把长笛也放进来？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古典乐器。我当时觉得有点挑战，因为其实我10几年没有碰过这个乐器了。我想说，你说你从小学长笛，但你从来不解锁这个技能。因为这个技能其实我会，但是你看我是6岁学长笛，我学了几年之后，当我正式学钢琴的时候，我其实再没碰过长笛了。等于说你看我是9岁学钢琴的话，等于说是我已经废了17年了。就从来没对，17年我不碰长笛，我家那个长笛已经落灰了，我已经生锈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让我家里人去找那个长笛，我当时拍视频照片给我看，我说哇这个长笛还能用吗？已经吹不响了吧？就已经连银都已经落成那种黑了，都已经发黑了。那你还会吗？就后来我就重新去买了个长笛，买了长笛当我拿起来的时候，当下真的是吹不响了。对，但是指法我还是熟悉的，但是我已经因为长笛很难吹，它跟竹笛不一样，它是一个它的口型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你想吹就能吹响的，一定要常年的去练。那我再去练的时候，发现哇，我已经很难去像当年那么厉害了，就像小学时候那么厉害了。然后，但是我还是苦练了一下，然后这个曲子我就还是吹了一下，对，还是 OK。那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在这个节目里面，然后有什么觉得你感兴趣的，或者是其实暗地里有在修的一些乐器，新鲜乐器？其实我这个我可能后期会看歌曲会用到。我其实第2期的歌曲，我本身想的是在那个间奏上面是我自己来吹长笛，但是后来之所以没吹，后来我还是没有办法吹，是因为就是因为我先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歌曲我自己在中间因为我改编了很长时间，第2集的歌曲，然后我自己在中间编了一段旋律，是一个间奏，这个也是我自己编的一个旋律。然后我当时准备是我当时编的时候，我就是找了一个长笛的音色来放进去，然后我就说这个我可能要现场吹，然后但是后来发现做不到，因为我那个歌是我最后那个音我唱的时候，那个音还在唱的时候，这个长笛进来了。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就是对，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还在唱的时候同时吹长笛，然后对，都是我自己编的。那你给自己挖坑。对，挖了个坑，因为我当时后来我忘记了，就是我后来正式彩排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我好像做不到哎，因为对，没有办法改，因为我觉得那个我唱的那个音一定是要延长下去的，如果不延长的话，这个歌的情绪断了，然后后来我就想没办法，后来请导演组临时当天临时就是下午的时候，因为我本来晚上编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明天我就可以这样吹了，说不准，然后结果发现临时做不到，然后赶快临时找了一个大学生吧，好像是大学生吧，就是请音乐总监临时调了一个人过来，
吹了一个，对他帮我吹了一个那个长，但是他吹的是短笛，但是跟长笛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也是，就是请他来吹了，对。后来我还蛮遗憾的，但是我觉得后面的歌曲如果有合适的话，我也可以把长笛元素放进来，对。不管是从《明日之子》，然后还有这个节目吧，还有《天籁之战》，然后其实你也开始从选手到导师的一个过程，你觉得自己对于这种蜕变适应吗？就角色的一个转换？其实我还挺适应的，因为我只有刚开始录节目的时候有点不太适应，但是后来幸好去年我录那个《天籁之战》第一季的时候，等于我一整季都是在我们一边是要去接受素人的挑战，一边我们还要去点评素人，能够帮助素人。其实我们一边是导师身份，一边是接受挑战的嘉宾。那其实这个时候等于说我已经有一些做导师的经验，那其实再去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是调整的比较好，然后我觉得其实还算比较顺的。那当你真的站在这个位置以后，比如你再回看你自己当年的比赛，因为当年可能你在比赛过程中，作为选手来说，觉得可能有一些不理解啊，或者怎么样，你会更对这个整个这种比如选秀或音乐比赛这种游戏规则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吗？有，因为其实，在比赛的时候，我当年比赛的时候，其实，因为一定是这样，就是在我们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一定觉得是很多比赛是，就是可能唱歌，就尤其是音乐节目，我们第一反应想就是说啊，我就是好好唱就好了。就像当年比赛的时候，我也并没有怎么去体现我的创作，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唱歌比赛，然后我就全程只唱歌，对，然后也不怎么，然后但是比完之后，真正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你想当一个所谓的艺人或者是歌手，只要你是当一个公众人物，那你其实要具备的不只是演唱这一块，你要具备身上很多的元素，比如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你的品性、你的人品，包括你的一个是否能够给喜欢的人带来很多的正能量，这个时候其实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你的专业。对，我觉得这个是适用于所有的行业的。对，然后所以说，所以我也是很鼓励未来的很多的再来参加比赛的年轻人。对。那不管是在你在演唱会上，就这次又唱无字歌，然后还有包括你在这个之前在另外一个比赛中力挺二次元选手，年龄比较大的，然后还包括在这个天籁之战里面最开始唱滑板鞋之前，可能很多人也不理解华晨，也不理解你的音乐，等于是也是从一个异类慢慢走出来的这么一个感觉。我不知道，首先我不知道你在这场演唱会上，就今年在唱无字歌的时候，你当时是。其实我今年，因为我昨天就有说我写了一首无字歌，其实我昨天写的那个无字歌，我就觉得，因为这是我出道之后写的，所以我希望能够让大家能知道，我开了2天演唱会，我第一天唱的无字歌是我海选的时候无字歌，那个时候是我出道之前写的无字歌。那我昨天第2天的演唱会，我放了一首我出道之后写的无字歌，我想让大家听一下，就是我心态上面的一些不一样，就是能够让大家从我的音乐里面能够感受到啊，我这4年来，内心里面，对待大家、对待我的歌迷、对待所有的陌生人或者对待我自己，会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其实能从音乐里面能听到。其实像我现在写的无字歌，会不光是一种孤独，不光是一种愤怒，它其实更多的会有它其实会有一些温暖的东西在里面。对，其实是有很多的元素在里面，其实能听到。那你今年在唱当年写的无字歌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温暖？还是会不一样，因为我在唱无字歌，唱我当年写的无字歌的时候，还是会就是我脑袋里面我会进入到以前的那个画面里面，然后我会不自然的就是进入到那个空间之后，我就会还是会很发疯。那最后帮粉丝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就期待你的演唱会只出 DVD 或者纪录片什么的，有这种计划吗？DVD 估计不会有吧？因为我觉得演唱会一定要来现场看啊。对啊，这个 DVD 你看出来的效果当然没有现场好啊，演唱会一定要来到现场看。对，纪录片，可能有吧，反正当时有拍啊，好像会有吧，一点点小的记录的那种，不是大的。那除了这个音乐节目，今年还有其他音乐节目的打算吗？因为看红
也去你演唱会？目前我只准备了《天籁之战》。对。那我已经关了。哎，那洪涛老师今年又去你演唱会了，有没有参加歌手打算？因为你上次是因为暂时不确定吧，因为我还要对我还要，可能我现在重心只想放在《天籁之战》上面。对。